就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程先生26岁，来自安徽职员；女嘉宾王女士26岁，来自安徽，全职妈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来说说结婚之后怎么变了？我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他对我挺好的，百依百顺的，是，特别爱我。然后就是结过婚之后了，就是一切都变了。哎呀！然后他就是特别听他父母的话，就是特别的站在他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说说他怎么变了？就比如说我坐月子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让你妈妈多照顾我一点，就是以我为中心。凭什么以你为中心？因为我是产妇呀。然后我就说让你们就是你爸爸妈妈多么照顾我一点不要就是每天就给我端一碗饭上来就行了。孩子就是尿不湿呀都不给我换，让我自己弯着腰去，对不对？咋了呢？然后他妈妈经常不上来，每次我都跟他吵，他就是不听我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坐月子是过年的时候呀，他妈妈也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事了，在家。那等于婆婆没照顾你，对，你就怪她了。怪她是因为我是媳妇儿，他是儿子，他可以去沟通。沟通没？我和我妈说了，因为毕竟她坐月的时候是过年期间嘛，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说有时候有亲戚过来走亲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肯定要做一大桌的菜啊，然后有可能就说这个时间没那么充足。我确实跟我妈说了。听明白了，等于婆婆需要招呼家里的亲朋。行了，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吧，姑娘，那不能回头找啊。关键是宝宝2个月的时候，不是因为她要上班，然后我跟我婆婆带宝贝，因为他们老年人喜欢把小孩子竖起来抱。但是我觉得宝宝现在还小，这样抱就是对宝宝发育不是很好。对什么发育不是很好？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我不太懂嘛，然后你不懂你说什么呀？我是百度说经常竖抱对宝宝的脊椎跟头部不是很好，但是他爸妈就是不听我的，觉得我挺矫情的，说带个宝宝。我也觉得你挺矫情的。但是我感觉什么事情都要以宝宝为主嘛。你老公颈椎好还是不好？他傻。傻，所以娶了你。他倒是对我挺好的。对呀，这傻不就傻好了吗？所以带的没毛病，别听那个，确实是对颈椎有压力，但是你驮住它就行了。人家说是不要这么举着扔，不是力抱，力抱的时候不都驮个脑袋吗？对，因为别矫情了，姑娘。不是这件事，我就是跟我老公，让我老公跟他父母去说了吗？说了，不是没说呀。我感觉他没说，不然的话，他父母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那么竖抱着宝贝。他父母又不是他儿子，他说完他父母就听。但是他是他儿子呀，比我说话管用呀。那你爸妈怎么不来照顾呢？对，我们家那边习俗是。那姑娘，这是你们家习俗，我们家习俗就是丈母娘、丈母爹来带宝宝呢。知福吧你。好，不说婆婆的事儿了，好不好？说她。其实咱俩这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买房子。怎么叫这么多矛盾？是因为没买房子？他当时谈恋爱的时候答应我给我买房子的，说咱俩出去住的，不跟就是父母在一起住，因为就是年轻人跟老年人他不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吗？现在咋过不到一起啊？他妈妈需要人家抱娃的时候说弄上来给我抱娃。现在娃长大了，说不需要就住不到一起了，你们这太那个了吧？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熬夜玩手机啊，但是他父母就是思想比较保守。这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吗？现在如果买了房子的话，咱俩就可以出去住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哦，你如果有房子的话，就可以自己带娃。我每次他一下班回来了，我就说你问你爸妈，跟你爸妈沟通，咱们就是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我说毕竟，孩子也就都1周岁了，然后让他去沟通，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他就是表面上对我好行，我知道了。不是，你说的沟通的意思是什么？是给我们钱，我们去买房，还是说我们钱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出去住了？你们看看能不能让他父母给我一个期限，是什么时候去买房子？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爸爸妈妈一直就是说在家种田，然后家里面也没多少钱，你说去借钱买房子的话，压力不就更大一点了吗？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跟我一起出去找个班上一点，那不就好一点吗？不是，我凭什么要去上班呀？不是，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因为我们家那边习俗就是把宝宝带到1周或者是1周半的时候才去那个找工作上，8个月他父母就催着我去找工作了呀。再说了，难道就我1个月挣了几千块钱就能购买房子了吗？我爸妈不是说催你去，只是说看你毕竟是年轻人，有可能说在家里面农村又离集镇上面又比较远，怕你在家待着无聊，知道吧？所以说跟你说一下子，不是说让你去上班，你曲解这个意思了。我没觉得无聊呀，我天天带着宝宝，我自己想去工作的话，我自己会去的。
但是从你嘴里面跟从你爸妈嘴里面说出来，就感觉意义就不同。那不还是征求你的意见吗？主要就是说和你说一下。你那是强制性的，有征求我的意见吗？不是，你现在去上班了吗？没有呀。那所以还是不是强制性的吗？姑娘，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意，坚持不愿意去。你老公现在把话已经说清楚了吧？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嘛，要买房子还得延缓嘛。那你为什么咱们谈恋爱的时候，你追我的时候答应给我买房子，那你现在怎么又变了呢？关键是家里面现在每次我给你确实条件不怎么好。那你当时就应该讲清楚。当时你追我谈恋爱的时候，咱们结婚之前你的意思就是当时他骗婚了是吗？不是，当时他那个，就是他父母就是说，丫头你放心，咱房子这事你肯定得解决，语气特别坚定。然后我就觉得他父母就是挺老实的，挺憨厚的一个，他也是跟他随他父母挺老实，对我特别特别好。我说那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那没房子不因为别人不买房子就算对你不好吧？但是在之前你父母很肯定的口气，他也是很肯定的。现在只口不提，但是他说他那个家里没钱买房子，是不是？那你不要催着我生二胎，他父母都没说。为啥又要生二胎呢？对呀。一个小孩一次带，两个小孩不是一样？男孩女孩？女孩。哦。他是不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生个女宝，他重男轻女，就是想让我生一个儿子给他？我不是重男轻女。但是宝宝就是8个月的时候，他就说咱俩什么时候准备要二胎？我到时候身体都没恢复好呢，他就催我生二胎。不是，那你会跟他说，你说我这还不急着生呢吗？对啊，我说咱们就是对啊，这不是你们夫妻俩商量的事儿吗？关键他不听我的，我说你别提生二胎的事儿啊。我说你有本事的话，你把这一个孩子给我抚养好了吧。啊。因为之前就是孩子的奶粉钱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啊。因为我生宝宝的时候就是奶水不够嘛，喂奶粉他们也不掏钱儿。不是应该你们夫妻俩掏钱的吗？对，行，那我掏，他没有钱，全部都是我在掏的。那不是很正常吗？那不该你们掏吗？那凭什么是我？打断问一下，这钱从哪儿来的？不是全职太太吗？是我父母给我的嫁妆钱。那不是也是你们夫妻俩的钱吗？那是我的，不是他的。那娃是谁的呀？娃也是他们家的，不错。我的天哪，这姑娘，哎呀，你看看你这没法聊天了，你这个。关键是你也知道，我是全职妈妈，我没有多少钱去承担孩子的奶粉钱，他也是一个月就是1000块钱的，就是生活费吧。你1000块钱搁现在那我想问一句，你们俩为什么要生孩子？既然养不了，你们俩干嘛生啊？是意外怀孕的，他父母跟他都极力要求要的，我2个就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你的逻辑我现在听明白了。我不想要，你们让我要的，对，所以要出来就应该你们来管才对。对，而且孩子的尿不湿、什么奶粉钱都是我在承担，你父母跟你就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能干嘛呀？不，咱们不说这事儿，你想干嘛？我就是想说，现在我跟他结过婚之后，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基本上就是他们是一家人，我是一个外人。哦，就是你嫁过去之后，你感觉到没法沟通了，是吧？不是，我想跟你沟通呀。你知道孩子我每次和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吃的是什么牌子的奶粉吗？那你知道孩子的衣服谁买的吗？这些3个问题你回答上来，咱们再接着说下一个问题，好吗？你买的呀？对呀，用多大尿不湿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奶粉？不知道。穿多大号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我？你回来为什么不关心一下宝宝今天有没有什么状况呀？不听话，你回来有问这些话吗？不是，我也想和你说话呀，但是你不理我呀。那我为什么？我每次和你说话，说1遍你又不理我，说2遍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最起码我非要说3遍，然后你才愿意跟我说话。对呀，我为什么会不理你呢？为什么呢？对呀，为什么呢？问你呢？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都跟他沟通坐月子的事情、宝宝的事情，一直跟他沟通，他一直站在他父母的角度，就是没有去考虑我的感受，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就是我不想跟他沟通，说那些废话。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孩子你可以不要。不行。为什么呀？因为现在这个宝宝从我生出来到现在，基本上就是。你客观的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婆婆有没有帮忙？婆婆她有搭把手。所以啊，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把婆婆帮不帮忙迁怒到你先生的身上。关键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能迁怒的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丈夫，你不跟我一起养宝宝？这是正道。他养，对呀。就是因为我跟他父母之间，因为你老说他父母干嘛呀？媳妇儿，你嫁给他父母了。我生气是因为他不跟他的父母。他跟他父母说什么呀？你们俩沟通你们俩的事儿，谁是夫妻？
我跟他。对呀，那你老说父母干嘛？别说父母了，说你们俩的事儿。父母的话一句都别说，就说你们俩。我们俩就是因为就是不沟通了。沟通啊！老说父母干嘛呀？上来我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吧？这是你老公吧？那就是现在这次奶粉的钱谁掏？哦，所以其实抱怨的是你先生不能挣钱，对吗？你这么跟我说，你后悔嫁错人了吗？现在可能有一点吧。也就是说，这个男人除了对你好、听你的话之外，他也不能挣钱，他的能力又比较差，所以你很难受，是还是不是？是。所以如果是这么一个男人的话，他就应该跟你站在一起，是不是这意思？站在一起，针对的对象应该是他的父母，对不对？要从他的父母那儿给你们拿钱讨生活，让他们帮助，是还是不是？是。就这意思嘛，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一上来到现在，您称公公婆婆一直是叫他爸他妈，而您跟这一对老人也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您在心里都没把他当成自己的老人，老人能把你当孩子吗？再问您，您说您在家里不该拿出了是自己的嫁妆钱来买奶粉，嫁妆是干嘛的？我们有彩礼有嫁妆，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年轻人们一起搭建一个新家庭，让他们的日子开始的好过一点。你有一点嫁妆，可以一起给孩子买了奶粉，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可是你却在这里斤斤计较。当你说孩子是你们家的，那么您把自己折在外边了，你还说这一家人待你不好。从上场到现在，您数落您的先生，数落的我真的听不下去。拿起话筒想打断，而您的丈夫却要天天迎接你的这一个洗礼，每天回到家都要听着说一通。您说老人说话不算话，咱这个也给您掰扯一下。老人说房子是必须解决的，对不对？他有说必须今年解决了吗？房子是必须解决的，家里一有闲钱就解决，现在还不是又添了个小的，然后正在花钱的时候吗？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在大家庭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如果您总是一个劲儿的考虑自己，您就会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薄待了你。您说您的先生在婚前为什么那么宠着你？婚后为什么很多事儿不随您？很简单，婚前他没发现您这么不讲理、不懂事啊。没了，好，来。我问问你老公吧，你说你回来跟你老婆讲话，然后他都不理你，对吧？对。可不可以请问你回来是讲了什么话？我说今天怎么样呀？在家都干嘛呀？然后他不理你是吧？对。好，那他曾经说过，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你追他的时候那半年，你们都好能交流，好能沟通啊。那段时间你们大概都聊什么呢？就是平时也就是闲聊嘛。他会有嘘寒问暖。婚后都不讲了是吗？那如果婚后他再恢复讲这些话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好过一点？可能会稍微的缓和一下吧。好，那我们就直接问一下你老公，婚后这些话还能捡回来再讲吗？能。那如果他愿意说这些话，你心情会好多少？最起码就是觉得还有个人在乎我，觉得。你猜猜看，你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啊，大家听完你们两个人都说完话以后，更多的人会支持你还是支持你老公？我觉得应该支持我吧，因为婆婆觉得你太可怜了，不被关注，又没钱又没爱，对吧？不是，我又没房子。婆媳关系不是最难解决的吗？一点都不难，你哪来这些观念？看电视。哪一台电视教你的呀？多看一看《爱情保卫战》好吗？看你好的电视。我告诉你，婆媳关系要怎么样好，非常简单，嘴巴甜一点。在结婚前，我就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婆婆。结婚之后呢，是我常常跟我婆婆打电话说：“妈，我想你了，好不好？天气冷了，你有没有多加件衣服？”是我拽着我老公说：“赶快回去看妈吧，好几天没看到妈了，你想不想妈？”你有想过，媳妇儿也有可能需要做这些事吗？如果你老公不会，那么不就是你这个做老婆的责任？你该带他建立起你跟你婆婆之间的关系，让她专心工作，她好多挣一点钱，你就有奶粉钱了嘛？你怎么不会转个弯想事情呢？我倒想问你了，你爱的是他还是他的房子？你爱的是你儿子还是你家的嫁妆？孩子都已经1岁了，你还说我不想生的，
那是他家要生的，那他们的家的孩子，他们家的孩子怎么吃我家的嫁妆的奶粉呢？这像是个做妈妈能讲的话吗？我听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哎。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被爱，请你做一个可爱的人。但是我能理解跟体谅，可能是因为在产后受到荷尔蒙的变化，你比较容易负面思考。如果是这样，我要求你老公多多的关注你的感受，常常的安慰你，跟你嘘寒问暖，好吗？好，谢谢乃馨老师。来，左岩老师，两个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奢望我目前没有办法拥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是孩子、二胎，对他来说就是房子。现在生二胎合适吗？以你目前的经济条件、还有家庭条件以及你们两个的情感条件来讲，都不适合要二胎。对于女生来说，其实你今天来到现场，从头说到尾，你对婆婆的这些怨念，什么竖着抱啊、不换尿布啊，等等等等，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你的心里把它无限放大，就是因为公公婆婆没有给你买房子，所以在你心里这是一根刺儿，只要遇到和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就刺痛一下。今年1年，你有给婆婆买过几件礼物？没有。那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买房子？而且全场的表态，我听到的，除了他说要二胎，我觉得这事儿现在不行以外，你咄咄逼人。刚也说了，结婚之前图他老实嘛，图他真心待你嘛。那现在我问你，如果他今天给你买了个房子，然后奶粉钱也给，但是他在外面不老实，你能接受吗？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做人要珍惜我拥有的这个老实的男人，本本分分的跟我过日子。现在虽然穷，但是呢，他也说了他会努力，就挺好了，甭矫情，好吗，姑娘？还有你，对人家好点儿，贴心点儿，好不好？好。最后的爱情建议就很简单了，就是知道我有什么，然后再去要我要什么，好吗？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来，涂老师。有些话不要轻易的口不择言的就往外掏。今时今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你能够毫无遮掩的把那些很有可能伤别人心的话，同时也让自己形象受损的话脱口而出，足以说明其实你其实挺天真的。但是何必去说那些轻者痛而愁者快的话呢？这些话说出来了之后，于事无补，只能让关系越过越糟。那么你们的日子还要不要往下过？第二，作为一个女人，要学习寇乃馨老师轻声说重话的优雅气质。你3番2次的其实在舞台上表现的都是同样的一番话，但是你一直说，结果你的话就没有了威信，你的话就从最初的想要让对方改变的那种重视程度，最后变成了挠痒痒。你想嫁到他们家去做公主，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毫无反顾地对自己的孩子好，别人甚至是丈夫，你不要有那样的奢望，他一定没有你的父亲有耐心。所以你现在不是个女生了，你是别人的老婆，别人的儿媳妇儿。拜托你别再像一个女生一样，你是个孩子的妈了。所以，如果以后日子还要往下过，记住3点：有些话到了嘴边，想想该不该说。当你想要指责别人，先念念别人的好。第3，时时刻刻牢记自己，你是谁。如果日子还要过下去，你们自己盘算一下手里面拥有的生活资本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再用自己的感情去融合，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就过什么日子，别去奢望自己过不了的那种日子。如果想过，那就2个人携手往前走。
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你先生他们家承诺你买房，却没有买房，在道理上确实是你先生他们家错了。第二，说你啊，明知对方不可为，又爱得那么要死要活的嫁了过去，在知道他们家买不起房的情况下，你还揪着房子这件事儿不放，你错。现实摆在这儿，咱们得认这个现实。所以先错的是他们，但是因为有爱和情，你看中的不就是傻傻的男人吗？所以你嫁给他了吗？那个时候房子不是最重要的，是感情。所以在道理上面各打50大板。你脑子里面是比较，我们那儿嫁了都有房子，你嫁了一个就是没房子。还有你，都生2胎你就生啊？凭什么人一姑娘嫁给你1个月就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还要给你那么养孩子啊？凭什么呀？你答应给人买的房子为什么没有啊？当然人家心里难受了，还要什么2胎呀？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宝宝养好，听见没有啊？听见了。跟人道歉啊！对不起。我这理讲的对吗？没有偏袒吧？最后我们讲一句话叫情。日子过到这个份儿上了，什么支撑你们？不就那点感情吗？把那个东西找一找，然后又有了自己的宝宝。我知道你说话慌不择言，我相信他的家人不会往心里去，你的先生也不会往心里去，因为大家都是直打直来的人，所以不要有那个包袱啊，姑娘，你呀一会儿对着镜头感谢一下你公公婆婆，感谢他们帮你带娃，听见没有？学会感谢。什么时候要2胎听老婆的，能做到吗？能。这行了吗？可以。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一直都这样。我这个人嘛，就是嘴比较笨，但是我做事都是实实在在在做。我现在就是说，老板也比较赏识我，我自己也想做出点事情给你看。我希望就是说，在我做这个事情之前呢，你能多多的理解我一点。我也想给你和宝宝一个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我只想你以后就是多关心关心我啊，跟以前一样，咱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不要老一下班回来你就玩游戏。就算我再对你怎么样，你都要那个，你都要支持我，都要疼我，都要爱我。我会的，你放心吧。来，哎，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当一个女人跟你生活在一起，要陪伴你一辈子，还给你生娃，你不能给她物质上的富足条件的时候，你连爱都给不了了，这个女人你还能留得住吗？所以好好爱她，好吗？好，谢谢2位，请回吧。请开门。哎，对着镜头感谢一下公婆。我觉得我可能做的有点不对吧，觉得都是，太自我了。我以后肯定会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哎，好，哎，这就对了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幸福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以前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我以后你自己在家里面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我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的，原谅我。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质疑，把我抱。你这也太炙热了，哎呀，也乐了。最后这个举动基本透露出来2个人在家里的紧张关系了啊！来，听老婆的话啊，好好的，祝你们幸福。谢谢2位，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谢，请回。真乐了。而且姑娘笑起来多好看啊！就是多笑笑。全是你